嗨，欢迎来到简单生活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极简生活，但我想说的不只是少买点东西这么简单，而是一种从内心出发，慢慢整理生活，也整理自己的过程。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早上打开衣柜，满满一排衣服，却总觉得没有衣服可以穿。回家看到客厅桌上堆满杂物，心也跟着乱。或是明明时间都排得满满的，却总觉得生活好像少了点什么。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验，那么也许你正好需要极简生活，来让自己重新找回清爽与宁静。极简不是什么都丢掉，而是留下真正重要的。很多人一听到极简就害怕了，是不是什么都不能买？是不是家里要空得像展示间？是不是只能有3件 T 恤、一张床垫和一张桌子？其实不然，极简生活的本质不是清空，而是选择性保留，是你有意识的决定，什么才是真正对你有意义、有价值的。你可以拥有一台咖啡机，因为你每天都享受手冲咖啡的仪式感。你也可以保留那条旧毛毯，因为它承载了你童年温暖的回忆。极简不是要你丢掉一切，而是帮你从过度拥有中找回选择的自由。当我们不再用多来衡量幸福，而是用刚刚好，生活的压力就会开始变小，内心的空间才会慢慢变大。从新开始的整理比整理空间更重要，你知道吗？很多我们舍不得丢的东西，其实不是因为它们真的有用，而是它们勾起了某些情绪。这件衣服好贵，没穿几次，丢掉好可惜。这个纪念品是朋友送的，虽然我根本没用过，但丢了会内疚。这本书我没看完，代表我好像又半途而废了。所以我们真正需要整理的，往往不是物品，而是内在的执念与情绪。极简生活的第一步，就是静下来，问自己，这个东西，现在的我，还需要它吗？还喜欢它吗？它还代表现在的我吗？我们不是要否定过去的自己，而是要开始接纳，我已经不是那个一定要拥有某样东西才完整的人。我已经准备好用更简单、更自由的样貌去迎接新的生活。极简生活的5个实践面向，从物到心，全面清爽。如果你想开始实践极简生活，却不知道怎么开始，那我会建议你从这5个面向一一入手。物品整理，从最容易放下的地方开始。物品是最直观的开始方式，但千万不要一开始就挑情感很重的东西，例如纪念品或照片，你会卡关的。试着从以下地方下手：厨房，过期的调味料，重复太多的餐具；浴室，用不到的赠品小罐罐，过期的保养品；书桌，断水的笔，你不再会翻的笔记本；衣柜，每次都跳过，始终没穿出门的那几件。关键是一点一滴来，不求一次到位。每整理一个小角落，你就会感受到，原来少一点真的比较轻松。这个轻盈感会鼓励你继续走下去。数位空间，清理你看不见的压力。我们的数位生活其实非常杂，手机里超过2000张照片，几乎没分类，各种群组讯息一整天响个不停， email 收件匣红点破百封，笔电桌面满满都是临时存档的档案。这些其实都会让我们的大脑处于杂讯状态。你不会明显觉得烦，但你会常常感到心浮气躁，无法专注。解法是每天固定清理一个 app，
一个资料夹，删除不用的群组，或将通知静音，把重要的档案整理到云端，桌面保持整洁，把相簿里模糊、重复、无意义的照片删掉。数位简化后，你会发现，原来大脑可以呼吸了。3、心灵杂物，释放内在的焦虑与负担。有一种整理是最难却最关键的，内在杂物的整理可能是长期对自己的自我批判，我怎么又做不到，我就是不够好，一段纠结的关系，明知该放下却一直没办法，对未来的焦虑，总是想得太多却动不了。这些情绪其实比你房间里的杂物更占空间。试试每天写5分钟的日记，把你的念头写下来，或是做静心练习，练习深呼吸、留白，与自己相处。你不需要立刻变得坚强、完美，你只需要允许自己放下一些没必要再背的情绪，就足够了。4、时间极简，安排你真正想要的生活。每个人都说我没时间，但其实你不是没时间，是被不重要的事占据太多时间。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在无意义的滑手机、社交场合中假装开心，接下别人强加的责任与安排？当你开始精简你的时间安排，你会发现，原来生活可以只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情：看书、运动、与家人相处、学习新技能。记住，时间也是资产，为你的时间做极简，也是在重建你的人生方向。5、关系断舍离，把时间留给真正重要的人。这是最温柔也最困难的一件事。不是每段关系都需要永远维持，你可以放下那些每次见面都消耗你能量的人，无话可说却还硬维持的朋友，让你感到羞愧、害怕或不被尊重的关系。这不是绝情，而是成熟。当你把时间和情感留给真正重要的人，你的伴侣、家人、孩子，真正懂你的人，你的世界会变得更小，但也更温暖。4、极简生活带来的不只是干净的家。当你真的开始实践极简生活，你会发现改变的不只是环境，而是你整个人的状态。每天起床不再混乱，因为东西都在该在的位置；花钱变得更有意识，因为你不再被购物冲动控制；情绪更稳定，因为你不再被太多的选择拖累；对生活更有掌控感，因为你知道你是自己生活的设计师。极简的本质不是减少拥有，而是提升你活得像自己的能力。5、结语，选择简单是一种生活勇气。亲爱的你，如果你曾在忙乱中感到疲惫，如果你曾被物品、时间、人际淹没，那么给自己一个温柔的机会，开始极简生活。不需要一下子清空所有，只要每天做一点小小的选择。今天少买一样不需要的东西，今天整理一个抽屉，今天拒绝一个让你不舒服的应酬，今天选择对自己更真实的过法。极简生活不是目标，是练习。它是一条回家的路，一条回到自己、回到平静、回到生活本质的道路。愿你在这条路上越来越轻盈，也越来越清楚，你不是在丢东西，而是在找回自己。这里是简单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愿你一路简单，一路幸福。